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买饮料，茶还是咖啡？小美，你有没有早上一定要喝的东西？当然有啊，你猜猜是什么呢？我猜是咖啡，很多人早上都喝咖啡。哈哈，你猜错了，我早上喜欢喝茶。哦，喝茶，你不需要咖啡提神吗？不用啊，茶也能让我感觉很舒服。这让我有点意外，我早上离不开咖啡。真的吗？为什么呢？习惯了吗？对，感觉喝了咖啡才有精神工作。所以对你来说，咖啡是必须的。对，可以说是我的工作启动键。很有意思。那午饭后呢？你喝什么？午饭后，我可能会再来一杯咖啡。哇，你一天喝好多咖啡啊！是啊，咖啡因好像是我的好朋友。但是喝太多咖啡会不会睡不着？有时候会，晚上就不敢喝了。所以晚上你就会选择喝茶吗？没错，晚上我会喝一点花草茶。这样更容易放松，对不对？对，茶的种类真的太多了。是啊，绿茶、红茶，还有乌龙茶。中国人是不是更喜欢喝茶呢？总体来说，茶文化更深入人心。我也发现很多长辈都喜欢泡茶。是的，他们会享受那个泡茶过程。这是一种生活方式，对吧？可以这么说。你平时去商店买饮料，我会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咖啡。比如拿铁，或者美式咖啡。对，或者一些新口味的咖啡饮品。那你很少买瓶装茶吗？瓶装茶我也会买，但不是常喝。很多人觉得瓶装茶和现泡茶不同。是的，口感上确实有很大区别。你觉得咖啡和茶哪个更时尚？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，看人群吧。感觉年轻人更喜欢咖啡多一些。可能咖啡馆的文化更吸引他们。喝咖啡也变成了一种社交方式。对，约朋友喝杯咖啡很常见。但是喝杯茶听起来也很舒服啊。那是一种更平静的社交方式。没错，在家里和朋友一起品茶，听起来就很放松，很温暖。你觉得外国朋友对茶和咖啡的看法？他们可能觉得中国茶很特别。是啊，茶文化是我们的骄傲。所以买饮料的时候，你选茶。我吗？要看心情，也看时间喽。哦，看心情，那具体是什么时候呢？如果是早上，我更需要咖啡提神。咖啡确实能快速让人清醒。但下午工作，我就偏爱一杯清茶。清茶能让人心神宁静，专注工作。对呀，感觉思路会更清晰一些。我有时也喜欢来点花果茶解乏。哇，花果茶很香，味道很特别。尤其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，很放松。我上次试了洛神花茶，酸酸甜甜。那种带有果味的茶很受欢迎。你觉得茶和咖啡有没有季节性？当然有，夏天我更想喝冰咖啡。冬天的话，
热红茶暖身又暖心。哈哈哈，这倒是很符合人的本能。说到这，我有个朋友几乎不碰咖啡。哦，是觉得味道太苦，还是？他说咖啡因让他晚上睡不着觉。哎呀，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。所以他只喝绿茶，而且只喝上午的。绿茶的咖啡因含量相对低一些。没错，你觉得哪种茶更适合睡前喝？睡前啊，我会选洋甘菊茶吧。对，它有安神的作用，助眠很好。或者不含咖啡因的果茶也不错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北方人好像爱喝茶？我感觉是，尤其是老一辈的人。他们很讲究盖碗茶，那种仪式感。是啊，那是一种很传统的品茶方式。他们泡茶讲究茶叶的头泡、二泡，还有不同的茶叶配不同的茶具呢。南方呢？感觉咖啡店也越来越多。南方年轻人受西式文化影响更大，节奏快，可能咖啡更方便快捷吧。就像我，赶时间就会点一杯拿铁。我上次想喝冰美式，结果点错了。哈哈，点成了什么？冰牛奶吗？点成了热美式加冰，服务员懵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发音有点意思。我当时脸都红了，差点想躲起来。这种情况真的让人哭笑不得。是啊，下次点单前我得仔细看菜单。看来，准确表达需求也很重要。不然就可能喝到惊喜的饮料。或者是惊吓的饮料，哈哈。不过，说到在家里招待客人喝什么，招待客人，那选择可就多了。而且还得考虑客人的口味和喜好。对，这又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交场景。咱们下次可以专门聊聊这个话题。那可真是个值得深聊的话题。对啊，毕竟要顾及很多。比如长辈来访就不同。哎呀，长辈来了，压力更大。哈哈，选择要更周全。我一般都会问，喝茶还是水？是啊，特别是冬天的时候。老人家大多喜欢热饮，暖胃。这也是一种传统观念吧。对，觉得凉的对身体不好。所以冰咖啡就不合适了。除非是年轻人，才可能考虑。话说，你家里常备什么茶？我家通常有绿茶和普洱。这两种都很受欢迎。但有时客人会说随便。随便这个词可真巧妙。是啊，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。这时候就考验你的情商了。我会先主动推荐一两种。给他们一个选择范围。比如问，红茶还是绿茶呢？这样就不会让客人为难。这真是门语言艺术呢。对，也是一种礼貌的体现。哎，说到请客，有意思了。怎么说？有什么新发现？如果你在外面请朋友喝，哦，那和家里招待不同。对，选择可能会更个性化。比如说，咖啡馆就点咖啡。但请客时，你通常会先问：你想喝点什么？
是吗？你觉得随便的回应多吗？哈哈，太多了，很常见。我有次请朋友，他一直说随便。然后你点了他不喜欢的。对，结果他默默喝完了。哎呀，这真是个尴尬的局面。后来我才知道他爱喝果汁。所以有时候真话很重要。是啊，但中国人比较客气。这种含蓄表达是文化特色。下次我得直接问，果汁可以吗？这就是经验之谈了。哎，说到这个经验，还有什么新的体会？我突然想到送礼物的场合。送饮料作为礼物吗？对，那选择就更讲究了。哦，这又是一个大难题。咱们下次可以深入聊聊。好啊，礼物文化确实深奥，而且有很多潜在的规矩。哈哈，下次我们好好挖一挖。是啊，这规矩可真不少。比如，送长辈和朋友就不一样。没错，长辈可能更喜欢茶。对，还得看是什么茶。绿茶、红茶讲究可多了。像我外婆就只喝普洱。哦，那得问清楚才行。不然送错了就很尴尬。哈哈，这简直是送礼哲学。而且还得考虑包装。哦，包装也很重要吗？当然，精致的才有面子。原来如此，文化真是深。哎，说到点饮料的时候，比如同事聚餐那会儿。对，大家会互相推让。你先点，你来决定。然后往往有人说随便。但这随便可不随便。哈哈哈，真的要猜心。是啊，这需要经验判断。那你一般会怎么处理？我会提供几个具体选项，比如咖啡、茶或汽水。这样选择压力就小了。这方法很实用呢。话说回来，小美，你觉得？觉得什么？饮料文化？对，各地的口味偏好。哦，这倒是个好问题。比如南方人爱喝功夫茶，北方人可能更偏爱花茶。没错，种类和习惯都不同。还有酒水文化也很丰富。是啊，比如白酒和啤酒。但我们今天聊饮料为主。我们今天不跑题，哈哈。这种地域差异很有趣。它反映了当地的生活。确实是文化的一部分。说到生活方式，我突然想到什么新奇的了？如果有外国朋友来访，哦，那选择就更难了。他们对饮料的喜好和我们肯定不一样。对，得考虑文化背景。这又是一个大挑战啊！哈哈，下次我们好好研究。没问题，下次接着聊这个。哈哈，光是想象就头疼。是啊，选择真的太多了。我有一次给朋友选饮料。怎么了？遇到难题了吗？
他说想喝茶，我就给他泡了杯中国传统热茶。对，结果他当时很惊讶，觉得跟你想的不一样？他以为是冰红茶那种。哈哈，这是常见误区。冰红茶也算茶的种类吗？严格来说，它算饮料。但名字里带一个茶字。对，这就是语言的有趣。中国人说的茶更纯粹。是的，泡的，没添加。那外国人说的茶又是什么？范围广，甜的也很多。哦，难怪我的朋友会愣住。你当时怎么跟他解释的？我就说我们平时喝都是这种原味清茶。对，他才慢慢理解了。这种文化差异真好玩。不光是饮料的名字了，还有它背后的含义呢。对，所以咱们下次讨论。要多准备些例子才行。小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有必要。如果有朋友问你怎么，解释茶的多种用法，你会怎么跟他说明白？哇，这确实是个好问题。考验我们对文化的理解。我可能会先问他想喝什么样的茶，有什么甜度或者口味的要求，然后再给他详细介绍。这样就更不容易出错。哈哈，这方法很实用。对待客人的细心。说到待客之道，饮品选择更是体现心意。对，咱们常说以茶待客，这句俗语就很有意思。它反映了深层待客文化。这种礼仪感很重要。但说到饮品文化，小美，还有更复杂的等着我们。对呀，比如地域差异，南方人爱喝茶更多，北方人可能更喜欢。喝点果汁或者奶茶。还有不同年龄段的，年轻人更爱咖啡吧？中老年人爱喝浓茶，这也是一种生活习惯。喝茶讲究的是清淡，咖啡追求的是提神。两种都很受欢迎呢。咖啡馆和茶馆都多。对，选择真的很多。你平时买什么多？我还是更偏爱茶。因为你爱安静是吗？哈哈，也算是一个。茶能让人心平静静，咖啡则是让人兴奋。两种心情都很不错。主要看你想怎么样。要是困了，就来杯咖啡；要是累了，就喝杯茶。感觉很放松舒服呢。喝什么都有它的道理。是啊，没有对与错。都是为了自己的感受。还有招待朋友的时候，问清楚很重要。投其所好才能尽心。这才是待客之道。不管是茶还是咖啡，都饱含着一份心意。暖暖的，
很贴心。哈哈，说的真好。喝杯饮料也是学问，也是一种文化体现。真是越聊越有趣啊！是啊，不知不觉，时间过得真快呢。今天聊了这么多，选饮料也很有学问。各位朋友们，你们平时最爱喝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告诉我们你的故事。下次我们聊聊美食。在中国吃什么好呢？期待与大家再相遇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